厄瓜多永居申请多规矩。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大家都说厄瓜多是个移民门槛非常亲民的国家，但是要拿到永久居留权，是不是也要讲点规矩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呢？今天就来详细聊聊厄瓜多永久居留的申请条件跟申请流程。还有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去移民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呢？这是亲身经历，超级实用了。废话不多说 ，Vamos。我们用了好几个月来申请厄瓜多永久居留权，终于到手了。拿到的时候，感觉真的好不真实啊！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哦。其实说真的，整个要求不算难了，只是申请过程确实很讲规矩吧。讲到这个规矩，不如马上讲讲申请要求吧。简单来说，只要持有厄瓜多2年的临时居留签证，并且在厄瓜多合法居住满21个月，那就符合申请资格了。就是老老实实在厄瓜多躺平生活，算时间，永居就有望了。不过要注意哦，这21个月算的是实际待在厄瓜多的天数，而且是从拿到临时居留签证的那天开始计算。之前拿旅游签进来的时间，那些都不计算在内哦。这个很重要，不要算错日子哦。另外，在2年期间离开厄瓜多不能超过89天，这点超级重要啊！一不小心超过了，就不符合申请资格了。这真的要算好日子了，尤其是在厄瓜多境外拿到签证的朋友，要做好计划。大约3个月以内就要来到厄瓜多咯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来到厄瓜多后不要离开，等时间够了就马上申请。说到申请，我想起一个朋友问的问题，就是在递交永久居留申请后，临时居留签证过期了，这样也可以吗？人还能合法留在厄瓜多吗？可以啊，很多朋友会担心说，怕会变成非法滞留，但实际上是我申请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。律师有解释说，只要正式递交了永久居留的申请，就算临时居留签证在这之后过期了，在等待审核期间的状态都是没问题啊。不过在申请过程中，一定不要离开厄瓜多。这就揭开了一个大哉问了。那除了住满21个月这个条件之外，还有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呢？那些移民基本款就不多说了，就讲最重要的文件，那就是证明合法生计来源的文件。翻译过来就是财力证明咯。证明有足够的钱在厄瓜多生活，那需要多少钱呢？通常来说，会要求提供最近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，证明收入不低于厄瓜多的最低工资，目前是每月470美元。如果有家人一起的话，还需要每人多加50美元哦。那么家人也需要财力证明吗？通常都是看主申请人的证明，家人在申请的时候提供主申请人最近1个月的银行对账单就好了。当然了，记录上要显示收入金额是符合要求的。还有无犯罪记录这份文件也挺重要的，有什么规矩要注意呢？这份文件直接上厄瓜多政府的网站线上获取，链接就放在影片说明栏。我记得之前办理临时居留签证的时候，还要提供原居地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吧，但这次申请永居就没有被要求提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应该是在21个月内没有离开厄瓜多的话，那就提交本地文件就可以了。也挺合理呀，因为申请临时居留时就已经交过一次原居地的文件了嘛。如果之后一直乖乖待在厄瓜多，似乎也不需要重复提交了，算是通过厄瓜多良民认证了吧？可以这样理解吧？更详细的要求，请到官方网站去看看吧，链接放在影片说明栏，别忘了按个赞。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那文件准备齐全后，最关键的来了，要怎么把这些文件交出去呢？去政府部门排队吗？
嘿，排队是必然的啦，但现在人就不用出去了，直接在官方线上平台递交文件就好了。这样才算的是跟得上时代嘛。我们也把官方链接放在说明栏，方便大家申请吧。没问题啊，这个新的线上平台是去年推出，用起来还有些小 bug， 但整体来说真的比以前方便太多太多了。虽然有了线上平台 DIY 申请好像比以前容易多了，但考虑到有之前续期定期存款那次厄瓜多奇遇记经历，就是银行户头突然多出4万美金那个故事嘛，记得回头去看看哦，绝对让你大开眼界。有了线上平台后，理论上自己申请是可行的，只不过如果中途出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状况，自己处理起来可能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为了避免更多惊喜，我们还是写了授权书给律师，让他们帮忙全过程办理，这就保证不会走弯路咯。接下来就是申请流程，律师就根据我们的情况分析，像我们这样2个人都已经在厄瓜多合法居住满21个月，理论上是有2种方式可以申请永久居留。怎么样2种呢？快跟大家说明一下吧。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方法，主申请人先办，家人后办。先以居住满21个月为理由，作为主申请人提出申请。等拿到永居权后，家人按照永久居民的家属政策递交申请。所以这第一种方式申请是有先后次序，必须主申请人先拿到，家人才可以去办，并非一起递交申请给移民局。是啊，这个家属政策可以涵盖配偶和未成年子女。当时我是作为主申请人先提出申请，拿到永居后才到 J 的申请。第二种方式就是各自单独申请，以居住满21个月的理由独立申请。这样就变成2个独立的申请案，可以同时递交了。那除了申请的先后次序，准备的文件有差吗？差别就在于关系证明跟财力证明。选择第一种方式就需要提供关系证明，也就是结婚证明了；而第二种方式就需要提供各自最近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，证明每个月的收入不少于厄瓜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方式，所以就要关系证明咯。不过比较搞笑的是，在2年前申请临时居留时，我们也已经递交过结婚证明了。不过他们不会顺便帮忙拿到民政局登记，搞得这次要重新办一次啊！真是有关部门各家至少门前雪啊，标准的官僚作风。没办法，规矩嘛。也许用第二种方式，就是各自单独提出申请，说不定麻烦还更少。反正我们都住满21个月了吗？对，这挺搞笑的啦，还不用特意跑去面试啦。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面试情况，稍后会详细慢慢谈。然后我就把护照、银行对账单都交给律师后，就等啊等，好像等了1个多月，终于拿到永久居留了。轮到我递交申请的时候，就要把 KK 的永久居留签证，以及银行对账单，还有关系证明，再加上我的护照一起交上去了。也是漫长的等待。等到我的临时居留都过期了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不过律师就说过，交了申请就没关系了，所以我也不着急。也不记得等了多久，等到最后收到了面试通知，心里有点小紧张啊。没错，特别是走家属依亲的方式，面试很关键。移民官要当面跟你聊聊，确认是不是真实的家庭关系。我们的律师人超好，提前就把面试可能问到的问题发了一份清单给我们参考。前一天我们还特意像要考试一样，拿着清单对过答案，彩排了一下。什么时候结婚？你家厨房有什么电器？床单什么颜色？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宠物叫什么名字？问题好多啊。有点作弊的感觉。结果到了现场，清单上的问题都没有问到，而且面试还是用西班牙语进行，这就更让人紧张了。我们的西班牙文都是有限公司了，幸好律师有派助理来现场做翻译，所以沟通还算顺利，没有变成鸡同鸭讲。
还有面试会分开2个人单独进行。对啊，并且很注重细节，确保面试过程中我们是没有办法互相对答案啊。有些问题真的超细节，像是你们在哪里认识呢？当时在做什么呢？对方有什么不喜欢的食物呢？等等生活的问题，感觉像是记忆力大考验啊，还是玩真心话大冒险呢？还问到当年约会去干什么呢？去了哪里玩呢？老实说，那么多年之前的问题，真的只能凭感觉去回答嘛。前一天彩排过的剧本都用不上了，只能现场随机应变哦。整个面试过程中，最重要也是问的最深入的，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。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移民来厄瓜多呢？这个问题感觉像是面试官最想听的答案，他们想知道你来厄瓜多的真实原因和意愿呢。说是个送分题也行，因为如果是认真想在这里生活，应该是有很多可以聊了。是啊，我当时回答说了，为了自由，这不是口号哦，真心的。移民官还要求我详细说明，然后我就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好几分钟。嘿嘿，我那时候也是差不多了，这个话题好像怎么聊都聊不完呢。证明是有过认真思考、有计划过的吗？到后来翻译的速度都快跟不上了，移民官才表示 OK， 到边。面试结束，从房间出来，我们聊了一下，发现有些问题的小细节是有一点点偏差啦。不过我们的翻译助理说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等待结果吧。大约在办公室外的大厅坐了20分钟左右，移民官就出来告诉我们，面试通过啦，而且签证等一下就能拿到咯。永久居留签证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，收到以后记得备份保存好，还可以打印出来，方便以后使用哦。总结来说，厄瓜多永居的面试是关于家人之间真实关系的验证，以及长期在厄瓜多生活的意愿和原因。真金不怕红炉火嘛，只要真心想在厄瓜多生活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啦，诚实回答就好。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要以为拿到永久居留签证就是万事大吉咯。听到非常重要，就记得帮忙按个赞啦，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知道哦。来，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为了维持厄瓜多的永久居留权，是需要符合一些规矩的，主要是有2个时间上的限制。第一，在获得永久居留前2年内，每年离开厄瓜多的时间不能超过180天，就是刚开始2年，每年最多能在国外待半年。第二，在获得永居满2年后，可以连续离开厄瓜多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2年。这事情非常重要，如果违反规矩，会被罚款甚至撤销居留权哦，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哦。好了啦，规矩我相信你懂的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啦。想了解厄瓜多签证政策的每一个规矩，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支持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悄悄，拜拜。